成年那天，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说我身边一些人带有系统，正在攻略我。我需要在倒计时结束前找出所有攻略者，且不能被攻略成功。被攻略成功或没找出全部的攻略者，我都会死。起初，我以为这是个玩笑，还调侃闺蜜说她是攻略者。可下一刻，闺蜜却面露惊恐，被吊扇砸死在了我面前。从小到大，我一直都以为我拿的团宠剧本。哥哥和爸妈一直宠溺，从没和朋友们闹过不愉快，喜欢的人也在成年的前一天成为了我的男朋友。用顺风顺水这个词来描述我之前的人生，再准确不过。然而18岁的时钟才走过12点，我便收到了一条的短信：你身边一部分人被系统绑定，他们的攻略目标是你，请你务必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识别身边所有的攻略者，并且不能被他们攻略成功。未找出所有攻略者或者被攻略成功，你会立即死亡。目前识别攻略者人数0，死亡倒计时364天。这条短信没有收件人，也没有办法回复。我还以为是谁发的恶作剧，皱眉骂了2句，随手就删了，也没有当回事。直到第二天起床，隔壁宿舍的闺蜜来敲门，约我一起去外面吃早餐时，我才忽然想起这条恶作剧短信，想着当笑话逗她玩。于是我喝了一口粥，凑到她旁边小声：小小，你是不是有系统啊？我故意做出一副猜到你小秘密的贼笑表情。任务目标是不是攻略我？别藏了，快让我看看系统什么样。正当我等着她像以往翻个白眼，然后笑骂我时，才端着豆浆准备坐在我身边的闺蜜愣了。她手一抖，碗落在地上，脸色一瞬间就惨白了起来。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会知道？小小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停，几乎是带着哭腔问我，表情因为恐惧有些扭曲。周围人好奇的目光一下聚集到我们2人的身上，小小也浑然不觉似的，眼睛死死地盯在我的身上。闺蜜小小是高2才转到我班上的插班生，听说是因为父母工作变动，才不得已在关键时候转到一个陌生的学校。几乎是才转过来的第一天，她就因为兴趣相投和我成为好朋友，后来又因为发现和我家住得近，一起上下学，渐渐成了闺蜜。等上了大学，她还因为舍不得跟我选了一所大学，继续维持着友谊。因此见到她神色不对，虽然有点疑问，但我也下意识准备开口安慰她。可闺蜜口中喃喃的话却将我定在了原地。明明就差最后一点进度条了，明明马上就能成功了，怎么会现在被发现？几乎她话音才落，早餐店屋顶上没有开启的吊扇轰然坠落，中心处正砸在闺蜜的头顶。正是吃早点的高峰期，店里都是附近的居民和大学生。可偏偏吊扇掉落的这一刻，正下方只有小小和我。我因为站在扇叶的缝隙处，毫发无损，一根头发都没有断。而被直接重击的小小瘫软在地上，头骨几乎都被敲裂，暗红的鲜血不住地从发间涌出。他瘫倒在地，无力地抽搐，眼神却还死死望着我的方向。周围的吃饭的人群寂静了一瞬，很快又掀起尖叫和讨论声。我被血糊了一脸，我下意识地抹掉眼皮上的黏腻，盯着那血色看了好一会，才猛然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然而手机解锁的那一刻，一条短信正好跳入眼眶：你身边一部分人被系统绑定，他们的攻略目标是你，请你务必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识别身边所有的攻略者，并且不能被他们攻略成功，否则你会在攻略成功的那一刻立即死亡。目前识别攻略者人数1，死亡倒计时364天。小小还没有上救护车就被宣告死亡，而我作为同在吊扇下为2的人，被医生一起带去了医院检查，以防出什么别的事。我大脑空白，跟着护士做完2个检查，得知没问题后，便被忙碌的医护人员放在了留观病房。坐在医院的座椅上，我浑身颤抖，又拿出手机，不停翻看着昨晚和刚才收到的2条短信，心乱如麻。小小死了，他死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刚刚的是意外，还是别的什么不可抗力的系统攻略死亡？这种听起来只存在于小说的鬼扯东西，是真的吗？会是真的吗？我几乎疯狂地输入文字，想要给这个显示不出来的号码回信，想要一探究竟。可一条一条的短信都显示发送失败，什么音信也没有能带来。这时候，收到医院通知的我妈和辅导员匆匆赶到了医院。我妈红着眼上下打量我一番，怎么回事啊，小宝？痛不痛？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辅导员也关切道：夏瑾同学，你没事吧？见到亲人，我才终于从亲眼看见朋友死亡的恐惧中缓过些神，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我死死抓住手机，扑到了我妈怀里。妈，小小死了，小小死了！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妈心疼地拍了拍我的背，轻声安抚我，但犹豫了一阵，她还是开口问了：谁是小小？小宝啊，今天在你身边吃早餐，然后被的姑娘，你认识？被眼泪模糊的世界里，我妈的嘴唇一张一合，吐出的话像是隔着水一样，混着大量的杂音，听不真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求助一般的抓住身边的辅导员。顾小小啊，就隔壁班的，住在304寝室的顾小小。然而面对我的激动，
辅导员也只是皱着眉头说：“夏锦同学，你可能乍然看见这样的场景，有点受刺激了。304寝室没有叫顾小小的同学啊。”面前的2个人面色不像是装的，在这种时候也没有人会跟我开玩笑，他们是真的不记得顾小小这个曾经和我亲密的裙子都要穿同款的姑娘的存在。我张嘴深吸了好几口气，以求更多的氧气进入，维持大脑的清醒。朋友的死亡像是被人篡改的事实，让我在这一刻，即便非常不愿意相信，却还是清楚地意识到，那条短信可能是真的。我的身边真的有带着系统的攻略者，而我如果在下一个生日之前找不出这些攻略者，或者被攻略，我会死。我在医院只住了1个晚上，原本我妈是打算接我回去住，但我几乎没多想就拒绝了。一想到短信，想到顾小小的死和被抹除的身份，又想着还有未知数量的攻略者正躲藏在我的身边，我就坐立不安。死亡临近的气味像茧子一样包裹住我，叫我难以呼吸。攻略，这些人要攻略我，我不清楚这个攻略的指标是爱情，是友情，或者别的什么数值，但只要他们的系统要求攻略我，就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出现在我的面前。如果待在家，或许有的攻略者会为了完成任务想办法来见我，可万一有些人并不是那么积极要完成呢？我不知道他们的攻略有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我有时间限制，明明白白写在了短信之中的限制。我不想死，哪怕我的成功可能会导致他人的死亡，但我还是不想死。站在熟悉的大教室前，我深吸了好几口气，推门进去。已经有不少同学到了，我一进入，许多双眼睛便落在了我的身上。等我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后，许多听说了消息的同学便蜂拥上来关心我。我从小到大的人缘都很好，曾经我还因为这个隐隐觉得骄傲。然而此刻，我一边勉强撑起一点笑容，感谢着他们的关心，一边不着痕迹地打量着围着我的所有人。匆匆赶过来的男友沈却挤进人群，握住我的手：“宝宝，你出那么大事不跟我说，你真是不知道我早上听说的时候都要吓死了。”周围同学关心的话语不断，爱人在眼前，眼里也都是心疼和恋慕。这样在过去习以为常的场景，在现在的我看来，无异于被一群面目可怖的恶鬼围上。这里面有攻略者吗？会是谁？又或者他们全部都是攻略者？我不敢相信任何人，也不敢表达出来一丝一毫不对劲的地方。我学着以前的模样和大家打招呼相处，试图看出来什么。一天下来一无所获，好像谁都有嫌疑，但好像所有的怀疑都是因为我紧张过度而多想了。直到身边有攻略者这件事，并没有让我醍醐灌顶一下开挂，立马就能一点一个准。除了焦虑，这个消息不能给我提供别的什么。勉强应付了男友的关心，和他草草吃了一顿饭后，我借口不舒服，提前回了寝室。我们学校的住宿环境不错，4人寝的上床下桌。因为学校女生偏少的缘故，我同寝室只有1个同级生，另外2个是已经出去实习的大4学生，只打过1个照面。此刻，唯一和我同住的姑娘还没有回来。我仔细检查了寝室里，确认没有别人的存在，锁上了门。深吸了一口气，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整理思绪。将手机上唯二2条短信仔细翻看了好几遍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应该如何告知短信对面的这个人，我确定了谁是攻略者呢？难道每个都要像小小一样，得到对方亲口的承认吗？那可太难了，万一有的人就是打死不承认，那我不是必定要失败？肯定不会。既然有短信会来提醒我身边有攻略者这件事，就一定不会只给一条死路给我。只有留有一线生机的时候，人才不会因为过度绝望而直接摆烂。正当我思索着要不要尝试着发条短信问这个问题时，下一次眨眼，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段文字和一个输入框：请输入你确认的攻略者姓名，如果确认身边已无攻略者，请输入无。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糕一些，不知道哪里在观察着我一举一动的存在，还能知道我内心的想法。我盯着那个输入框，试着随便想了班上一个同学的名字，果然那输入框也跟着出现了我想的人名。名字出现后，上方的文字变动：如果确认的话，请说是。我没有犹豫，说了是。话一说完，面前的文字和输入框一并消失。我耐心等了一会，并没有出现什么别的动静。如果按这么说，岂不是我把周围人的名字都输入一遍就能排查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漏洞给我钻？果不其然，又等了1分钟左右，消失的文字再次出现在面前：今日输入机会用完，下次输入机会将在24小时之后刷新。与此同时，从昨天小小死后就没有动静的手机又收到了没有发件人的短信，只不过这一次除去那些固定的内容和减少的天数外，多了一些内容：你身边一部分人被系统绑定，他们的攻略目标是你，请你务必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识别身边所有的攻略者，并且不能被他们攻略成功，否则你会在攻略成功的那一刻立即死亡。请注意，一天只有1次确认攻略者身份的机会，如确认失败，剩余时间减少50天。当剩余时间小于50天时，停止扣除时间，你将会日渐病弱，直至死亡。请注意，本消息只提示1次。
目前识别攻略者人数1，死亡倒计时313，找出那个攻略者 2GT 22天，倒计时一下暴减50天。我顿时悔得有些牙痛，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已知的东西太少太少，我想要成功活下去，就总得通过各种途径去拓展我所能拥有的信息。试错是迟早的事，而且我也不是一无所获。这减少的50天让我获得了很多信息。随手扯出一张草稿纸，我在上面记录目前能够获得的信息。不管我身边攻略者的出现是不是因为短信发件人，但至少他看起来是想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的，否则不会出现第一条短信，也不会接到刚刚那条多出那么多文字解释的新短信。有关攻略者的东西，今天一天我没有更多的进展，但是借由刚刚那条短信，我可以知道，在已知的不到1年的时间里，我有7次明确可以通过时间减少判断对错的试错机会。从最开始的倒计时时间算起，连续每天确认1次接错误，扣到不足50天时，确认攻略者的机会还有7次。假设我所经历的一切不是必死局，假如所有试错机会都用光，也能有极限生存的话，也就是说，我身边的攻略者不会多于7个人，因为每天只能确认1次，再多的人我也确认不了，只会导致死亡。去除第一天死去的小小，我的身边还有至多6个攻略者的存在。6个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一个明确的目标，比起漫无目的的瞎抓可要好多了。还没等我为这个新的收获开心一会，门锁便传来了被转动的声音，是舍友回来了。因为我提前反锁的缘故，他没有打开门，还疑惑地喊了2声我的名字。将手下的纸张收进口袋，我调整了一下表情，将眼睛揉红，才起身去开门。你怎么？看见我红红的眼眶，舍友哽了一下，或许是才想起我昨天看见的事情，他有些不自然地转移了话题。我刚从外面逛回来，给你带了好吃的，你快尝尝。他将手上的东西放在桌上，摊开，拿了一个给我。舍友一向很照顾我，经常会给我带小吃不说，我和别人有争吵，他永远是除小小以外会坚定站在我这边的人。不过才认识1年的情分，毕竟没有多年的闺蜜重。小小还活着的时候，我常常会在2人同时想邀约我出去玩的时候选择小小。曾经我也想权衡2份友情，让2个人的关系变好一些，但2个人几乎是不约而同拒绝了我。除此之外，还会说上不少对方的坏话，明里暗里劝我少跟对方打交道。以前我还以为是2个人气场不合，或者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冲突。可有了小小攻略者身份的前提下，舍友也有很大的可能是攻略者。我接过舍友的零食，眼眶红红地道了谢，真的太谢谢你了。舍友笑道，这有什么，我们一个寝室的好朋友就是应该对你好吗？他说完，很小心克制地露出了那种期待得到我肯定的表情。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哪怕是场面话，我也会笑着抱着他的手臂哄人。但现在，我只是将他给的零食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发出了一个音节，对他露出了一个感激的眼神。舍友露出了恰到好处的失望。我挪开了视线，当作没看见，如往常一样说着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攻略者和攻略者之间是有竞争的，所有的攻略者之中，最终的胜利者只会有一个。为了确认这个猜测，在接下来的几天，我装作受惊过度、非常依赖舍友的模样，和他几乎形影不离。舍友只是愣了一下，便开心地欢迎我粘着他。毕竟目前攻略者们根本不会猜到我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前10几年的人缘太好，曾经我为了维系那些下了一顿功夫，现在用起来哄人也轻车熟路。即便我一直没有明确对舍友说我认可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也还是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提升了一大截。这举动引起了其他攻略者的不安。2、3天的时间，怀疑的圈子便固定在了一小撮人的身上。毕竟每个人在成为别人的谁之前，肯定都是紧着自己的感受。我粘着舍友时排外的意思已经这样明显，如果不是真的要从我身上贪图什么，也没人会这样上赶着热脸贴冷屁股。不过这样的方法也总是有限制的，怀疑人数无法再减少的时候，粘着舍友就已经没有用了。当输入框再一次出现在面前时，我正瞥了男朋友的邀约，和舍友在外面吃烧烤。他喝了2口酒，两颊通红，傻笑着看着我。小锦，你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还以为看见了仙女下凡呢。你性格好，脾气好，对人又大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着一定要和你做朋友。透过输入框，他眼里的喜悦藏也藏不住。哪怕在我多疑到有些神经质的现在，我也几乎能肯定，他说这些话是真心的。人不是非黑即白，哪怕是别有用心的接触，长久下来，又怎么可能一点真心都不用呢？我久久凝视着他，叹了口气，阿如，我好喜欢这个世界。我既希望他不是攻略者，又希望他是。如果不是攻略者，舍友就能活下来。可如果他是，我那些与他相关的猜测和推理才能成真。其实我也很想大家都能活下来，只可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多少机会去试错。我首先要保证我自己活下来。舍友没反应过来我话中的含义，有些迷茫地看着我。我输入了舍友的名字，轻声说了是。在我怜悯的目光中，他才终于从酒精之中清醒了些许。
舍友的脸色一瞬间变得煞白，他颤抖着站起来，后退了2步，想要跑。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喝空的啤酒瓶滚落到了他的脚底，他一脚踩上酒瓶，身体失控地撞倒了不远处，店主正穿着串的桌子，铁签和切肉的菜刀毫不留情地朝着他脖梗处刺入，如同小小死亡时一样，都不用救护车过来确认，我也能看见他的生命迅速流逝。咽气的最后一刻，舍友还在看着我，他好像想问我些什么，但喷涌而出的鲜血让他连简单的动作也无法做出，就那样睁着眼没了气。满店惶恐的尖叫声、讨论声中，我望着血泊中的人，浑身发抖。对不起，我默念着，然后闭上了眼，挪开了目光。短信增加的人数确认了舍友攻略者的身份。作为第一目击者，我又被带到了医院。警察询问完状况，怜爱地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听医生的话，做好心理疏导，不要一直想着这只是意外。所有人都这样劝慰我，包括医生和再次赶到医院的辅导员和我妈。只有我知道这不是意外。第一次小小的死亡还可以说我不知情，但是这一次是我亲手将他推向死亡。我抱着垃圾桶吐了很久，脑内不住翻涌和舍友和小小所有相处的记忆，心里最后残存的一点侥幸被彻底击碎。我不止一次痛恨为什么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但痛恨之余，我也清楚认识到，假如找不到攻略者，这样躺在血泊中的就很有可能是我。我没时间愤怒，没时间后悔。这次出事，我妈不顾我反对，强制让我在医院待了好几天。最后她还是不放心，直接跟辅导员说让我退宿回家住。接二连三的碰见这种事情，辅导员也害怕我出什么问题担责，和学校沟通后很快就批了。我则在回宿舍看到了一张陌生的脸，和我打招呼时也同意了我妈的决定。通过留宿能够获得的信息已经很少了，我需要更精准的筛选目标。回家之后，我尝试输入了2个最怀疑的人选，结果一个对，一个错。我又被扣了50天生存时间，但找出了一个攻略者。那个人是大我2级的学长，在我刚入学的时候追求过我，直到我和男友沈确交往，他才停下动作，说想做回朋友。他能力出众，家境也不错，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人情世故之类的，都默默帮了我很多。由于他后来也交了女朋友的缘故，我从一开始不好意思的疏离，到后来对他有了一种合作伙伴一样的信任。这一次因为输入名字时学长没在我面前，所以我没有直面他的死状。虽然攻略者死亡后身份消失或者替换，但我也没有费多少力气就知道了他是怎么死的。坐出租时被大货车追尾，也和之前2个人一样当场断气。他没有死在我面前，我也刻意没有去看新闻之中任何和现场相关的图片，但是只要闭上眼，他沾满血污的脸便会出现在眼前，怨毒又不甘地看着我。似乎所有的好运气都在前半段用完，接下来连续2次我都没有再能猜对新的攻略者。眼看生存时间飞速减少，我停下了胡乱尝试的手，没有再继续行动。能有7次试错的前提是天数也要足够，全部使用掉固然可以很容易判断行动的对错，但那样的后果是往后再想要做出选择都会没有还能考虑的空间。放弃掉1次试错，多出50天的生存时间，能让我做很多事情。我学着从前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回到学校上学。我维持着和男友的恋爱关系，扩大自己的朋友圈，恨不得将所有的劲头都投入到社交之中。可是身边迟迟没有再冒出能让我高度怀疑的对象。想也是，攻略者也不会都是蠢蛋。就算攻略者死亡之后会被抹除记忆和存在，但也总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从而推断出竞争者出局的现状。察觉到这点，我顿感不妙。剩下的4个入藏的更深，更不好找了。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内心焦急得快要发狂。除了在外还能维持稳定的假象，在家待着的时候，我整夜睡不着觉，会因为一点小事爆哭或者发怒。我妈问起，我无从说明这些，只能抱着她一遍一遍哭。爸爸和哥哥也总是小心翼翼待我，变着花样哄我，生怕我再受到什么刺激。可我却无法控制地怀疑他们的用心。又是睡不着的一个晚上，我环抱着小腿坐在床上，看着面前悠悠发着光的输入框和文字，想了又想，正准备输入什么的时候，手机响了。不过这次不是空白发件人的短信，而是男友的消息。这个我早有怀疑的人在聊天软件给我发来了2段文字。小锦，可能你已经猜到了，我的确是攻略者。我们见一面吧，我找到了我们都能活下去的办法。半夜3点，我随意裹了一件薄外套下楼，看见了在我家楼底抽烟的沈确。他长得很好，眉眼深邃，身材修长结实，却不至于过于壮实而显得可怖。察觉到我走下楼，沈确立马掐了手上的烟，视线在我身上的外套转了一圈，他皱起眉，怎么穿的这么少？说着，就如往常一样想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搭在我的肩头。我拒绝了他，你找到了什么办法？沈确身体僵硬了一瞬，眼里划过一丝受伤。他抿了抿唇，攻略者在攻略途中还会有其他的任务，完成之后会获得道具，而我运气好，上一次任务完成后，我获得了一件高级道具。
这东西能给使用者创造出一个分身，代替本体受到的一切致命伤，相当于有了第二条命。沈却激动地指着半空，像是解释着什么我看不见的文字。我的目光从他空无一物的手边挪开，并没有相信他。我看不见你说的那些，你又让我怎么信你？沈却的目光悲伤不已。我如果是骗你，你现在大可以抹杀掉我。上个月那几个莫名死亡的人，是你确认了他们的攻略者身份，对吧？我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只是望着他沉默。沈却苦笑，小锦，我承认我一开始接触你的确是为了攻略，但在相处过程中，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前段时间发现你的异常时，我都想好了，就算没有获得这个道具，我也还是想你活下去。我猜到你可能是要找到身边的攻略者，因此用我的方法帮你找到了2个。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我。我伸手接过时，沈却攥住了我的手，一把将我拥入了怀中。不过我拼命对他又踢又捶，沈却用力搂住我，像是要把我融入他的身体里一样。如果你不信，现在就可以杀了我。空白的输入框随着他的话语又浮现在了眼前。我紧紧揪着他的衣服，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关闭！我哭得含糊不清。输入框又消失在我面前。在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之前，我总觉得世界太过美好，也从来不会想到要去做什么残忍的事情。可为了活下来，我亲眼看着最好的闺蜜死掉，又推动了舍友和学长的死亡。曾经我就是个活在正常世界的人，一件一件发生的事情几乎将我快要逼到崩溃。而现如今，这样的死亡名单还可能添上我的男朋友。我是真的喜欢沈却，青春年少时候的第一次心动，他是除了家人和闺蜜之外，我最信赖的，认定可以成为亲人的人。我们一起活下来好不好？沈却低头吻去我脸上的泪珠，询问我。我埋首在他怀抱之中，哭得抽抽搭搭，点了头。等我好不容易调整好心情上楼的时候，家里的门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着。我妈站在门口，看见我上楼，拉着我的手打量了好一会，见到我除了眼睛通红外没有别的什么事，才松了口气。小乖，很晚了，早点睡吧。她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摸了摸我的头，亲了亲我的发顶。我欲言又止，看着她背影许久，最终什么也没说，回去了自己的房间。如果大家都能活下来，为什么非得逼着别人去死呢？我当然不想成为别人死亡的帮凶。现在有了第二条路，我当然迫不及待地想要选择。我只是看了一眼沈却给我的纸条，就将它丢进了垃圾桶，像是丢掉了什么包袱一样。我很快就能脱离现状了。我这样对自己说，心中的雀跃几乎压抑不住。因为道具的归属人是沈却，他还花了几天的功夫才研究怎么把这个东西用在我的身上。在他说道具使用成功的那一刻，我的耳边滋啦响起了机器的电波声，吵得我脑袋剧痛，半晌都没缓过神。腰间的手机震动了半天，我才渐渐从那种仿佛被千刀万剐的恍惚中喘息过来。沈却吓得脸都白了，抱着我没犹豫就想往医院跑。我清醒过来，赶忙拦住他的脚步。小锦，你没事吧？我摇摇头，没事，刚刚脑子里好乱，一下有点晕而已。沈却大大松了一口气，看来是成功了。他激动地将我抱起，转了好几圈。我想留在这个世界陪你，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小锦。说着说着，他甚至流下眼泪。对不起，我开始的动机不单纯，以后我会加倍补偿你，我会永远爱你的。此情此景，摆脱了艰难和险阻，互相倾诉衷肠的小情侣应该获得大结局。我也感动得落泪，拍拍他的手，笑骂了沈却一声。两个人坐在草地上，互相依偎着，享受着新生。他向我说了很多关于攻略的事情，包括攻略完成的条件，包括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只是有一些关键词仿佛被消音一般，我听不真切。不过我也没有多问什么。分别的时候，沈却缠绵地吻在我的唇上，他一遍一遍说爱我。我哎了好几声，眼里的泪一直就没有干过。我依依不舍地松开他的手，诚恳道：谢谢你。熟悉的输入框弹出，几乎转瞬就填上了男友的名字。我无声说了一句确认后，才又开口：我爱你。终于回应了他的爱，沈却的眼睛一下变得亮亮的，他那样眷恋，惋惜看着我。可能从我的一举一动猜到，我已经知道攻略者存在，并要消灭他们的人，怎么可能那么蠢？看见我在笑，沈却很快反应过来我干了什么，怒火代替了爱意，在他眼中盛放。你不信我？他厉声质问。我看着他，亲爱的，难道你不是在骗我？沈却顾左右而言他，我爱你这件事我没有骗你，我也没有骗你。我说我是真的喜欢你，因为喜欢，我哪怕在一开始就知道了你的身份，我也一直没有下决心去确认。我向后退了2步，苦笑2声。你刚开始在说有道具的时候，我也怀抱着侥幸心，说不定真的有其他破局的方法呢。但你让我失望了，你爱我，但你也想杀了我。因为察觉到你的心意，我才下定了决心。我只是因为他人对我的杀意而做出反击，并不是主动要去做什么。沈却咬牙切齿，小锦，你让我死，你不会愧疚吗？我看着他，我会，但我会在你死后愧疚。或许是因为身上有神奇道具的加持。
在我确认身份之后，沈确并没有像之前几人立刻死亡，而是挣扎躲避了很多必死的陷阱，才终于被不知道从哪里逃窜的杀人犯一刀毙命。后面的事情我是从新闻上看见的。沈确死后，男友的位置被一个陌生人代替。我缩在被子里给这个新男友发去了分手短信后，昏沉睡了3天。清醒的时候，正巧确认机会刷新，我就将沈确给我的2个名字分别输入进去确认。2个人都是攻略者，还是那种如果光靠我自己找，可能真的难找到的那种。因为他们攻略的方向并不是友情、爱情什么的，而是厌恶和我最喜欢吃的饭店。说实话，有一些好笑。沈确爱我是真，想自己活命是真。他大概也真心考虑过怎么让2个人都活下来，只是无法。最后大家都选择了自己而已。我没怪他，也不觉得我做的有什么问题。这3个人死亡后，我需要寻找的攻略者只剩下了1个，但剩余的生存时间还剩了1个多季度。被死亡追赶着的压力小了许多，再加上我从沈确那里获得了很多攻略者的消息，我便放纵自己断了社交，以精神受创为由，将自己关在家中。其实我都有点不清楚我为什么没有疯。有时候我想，我不会天生就是什么反社会人格，只是从前没有被刺激，所以没有被发现。我苦中作乐地想，这样近乎崩溃的精神状态让家里人都担心得不得了。一家3个人，每天都会有1个人留在家中陪我，生怕我干什么傻事。他们紧盯着我，我也以别样的方式观察着我的家人。还有1个攻略者，从沈确那里，我知道攻略者们的攻略方向是不能重复的。我最大的缺口只有亲情了，而接下来剩余的时间充足到我把家里的3个人都选一遍，还有空余。可这是我的亲人，从我记事起疼爱我、宠爱我、与我血脉相连的亲人。之前不论是谁，于我而言都可以算是外人，但他们不是，这是我的亲人。哪怕我自私到极点，重复告知自己那些攻略者就是来要我的命，我也没有办法像对待男友一样很快调整心态。我那么拼命的跑，那么拼命的想要活下去，终于快要到了终点，最后却发现这所谓的终点其实一直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好累，早知道这样，我又干嘛要去推动其他人的死亡呢？早摆烂，我还能多活一段时间，他们也能多活一段时间，多好。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或许今天，或许明天，也或许要等到倒计时结束。但我完全没想到，比起迎接自己的死亡，我更先迎来的是妈妈的死亡。还有新的短信，你身边一部分人被系统绑定，他们的攻略目标是你，请你务必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识别身边所有的攻略者，并且不能被他们攻略成功。未找出所有攻略者或者被攻略成功，你会立即死亡。目前识别攻略者人数7，待确认完成，死亡倒计时41天。我大脑空白地召唤出确认攻略者的框，发现上面显示我今日的确认机会已经用完，可我明明没有。脑海中随即闪过以前沈确告诉我攻略者们都有道具的事情，妈妈用道具放弃了攻略机会。我大脑空白，跟着爸爸和哥哥一起去认领了妈妈的尸体，安置在灵堂之中。收拾我妈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只有我能看得见字的白纸。我没有立刻打开，而是等到我妈正式下葬之后，才找了一个空闲，躲在房间里展开信纸。亲爱的女儿，首先恭喜你，在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找到了所有攻略者。很抱歉，我也是其中之一。其实，如果不是最近接二连三的蹊跷死亡事件太多，我也几乎都要忘了，我也是攻略者。孩子，我千辛万苦生下你，从你牙牙学语，照顾你到如今亭亭玉立的模样，早就和所谓的攻略无关。我对你的爱不是假的，身边的人爱你，也并不因为你是被攻略的对象，只是因为你值得被爱。不要怨恨自己，一切不是你的错。妈妈爱你，真的很爱你，好好活下去，睡个好觉，宝贝。从此以后都是新生，请不要再回头看。我将头埋在枕头里，放声大哭起来。我想起以前许多时光，我妈抱起我的样子，我妈笑着夸奖我的样子，我妈说爱我的样子。最后是我除掉沈确那天，我妈站在门口摸摸我的头，睡个好觉。原来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想好了。这场荒谬的、血腥的游戏终于到了末尾。第二天刷新时间到，输入框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只要我输入无，我就会获得胜利。我顶着一整天都没有睡着而通红的眼睛，恨恨看着面前的输入框，那是新生，踩着别人的死亡换来的新生。我拿出手机看了又看短信之中昭告战绩的人数，一切都结束了。指尖摩挲着屏幕半天，我才郑重地重新看向对话框，空白短信发件人。我开口吐出这句话的同时，一条接一条的短信疯狂地涌入我的手机。请注意，只有你找全所有攻略者，请确认结束游戏。发了好几遍，见我迟迟没有取消名字，短信停滞了一会，干脆不装了。你怎么发现我的？我看着手机，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东西，让我一步一步更加信任你。你其实没有露什么破绽，一直以来都像是要尽心尽力地帮我找攻略者，让我活下去。
但是我太信任你了，信任到我刚刚忽然反应过来，小小好像不是我确认的攻略者吧，起码不是在我输入他姓名后确认的。我把玩着手机，我假设他是攻略者没错，但应该不是算在我需要确认的那里面。第一个不是他，那么就另有其人。我的世界在出现短信的那一刻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充斥着怀疑和恐惧。可偏偏我一直都太信任短信了，这感情存在的太突兀了。手机安静片刻，空白短信才继续传来。在所有死亡人中，不会你唯一犹豫的，只有你妈吧？我垂眸盯着手机，没有说话。哈哈，笑死我了！就你这样，还什么真善美女主？你就最爱你自己？我最爱我自己，有什么不对吗？我反问。我对人没有不真诚，在我知道他们是攻略者之前，我把朋友当真心朋友，我将爱人当作未来可以携手的人。我只是在他们要杀我的时候反击了。你们动手都觉得理所应当了，我为什么要觉得不好意思？说着，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对输入框喊了确认。我想活下去，我可以为了我妈放弃我的生命，因为是她生了我。但没有了妈妈，我只会转回最开始的念头。我要活下去。四周一片寂静，手机里的短信不停跳动着，最后慢慢的一条条消失。我重新尝试着喊出输入框，没有反应，没有24小时刷新机会的提示，消失了。我赢了。巨大的喜悦让我胃里作痛，我忍不住趴在床边干呕了2声。支离破碎的胜利，但是我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就好。我这样想着，下一刻，手机忽然又跳出了一条消息。你以为你真赢了？我来不及看清这条短信，很快就又消失了，没将那短信放在心上。我为新生而雀跃，禁锢了许久的生活好像终于开始重新流动起来。我迫不及待地出门去感受这一切，不用再担心别人的好意是别有所图，也不用再害怕下一刻谁会死在自己面前，更不用担忧自己生命的流逝。我在外面逛了一大圈，玩得累了，回到家，抱着妈妈的信絮絮叨叨了半天，不知不觉睡了过去。这一觉前所未有的踏实。然而睁开眼，入目却不是家里，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前弹出了一行文字：请攻略本世界的可攻略人物，攻略成功者才可通关本场游戏。抬起头，一个男孩正有些疑惑地打量着我，正如当初知道身边有攻略者的我。